不拉我？老婆，老婆，你知道我是爱你。拉我一把。 紧张，充其量你这位算个失手。从现在开始，听你安排。我忍受不了了，我真的是忍受不了了。这些都是他打的，我真的是忍受不了了，是我杀的这个畜生，是我杀的，法官。 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我才不要给你生儿子！我不要给你生儿子！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！走开！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！被告人林宇，刘凯死后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后来，王贵就让齐文静跟他一起偷渡去外国。 这下好了，我们都杀人了，那我们就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哦，也不是，我们没杀人，那几个朋友是自己不小心跳到海里去的。是不是？ 放心，等仙岛接我们的快艇，估计已经到了。等躲过这顿风头，再回中国。到时候，如果你要是想女儿的话，那我们再去看她，好不好？不知道我们这船现在开到哪儿了。哎，你替我啊，盯着这两个啊，他们要是敢轻举妄动，你就大声的喊叫，我听见就会赶过来。明白了？啊。 不许乱来，别惹我生气。我要生气，是会干坏事的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我看看小朋友。小朋友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接我的船4个小时以后就派。到时候你不把我送到那地方，我把你喂鱼。
跟我对着干，没有好下场，听明白了吗？大点声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被告人林宇，你当时知道你们在哪里吗？海上既没有参照物，又没有卫星定位，我不可能知道的。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我就一直在船舱里，直到祁文静进来找王贵。而下面发生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直到后来又杀了人，我才看到。被告人祁文静，你当时在船舱里吗？在。你在船舱里看到了什么？后来，你女儿叫什么呀？哎，不是我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他女儿叫什么？你得为你女儿想想。我女儿叫苗苗，我女儿好可爱的，特别的漂亮，学习又特别好，她还是少先队员，真的特别的可爱。好，你想不想见你？想，我们就想办法回去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那个大学生不是会开船吗？只要控制住那个劫匪，我们就能回去。要我说，还是算了吧，说不定到了登仙岛，他就把我们给放了。你都活那么大了，怎么还那么幼稚？啊？他杀人不眨眼，会留下几个活口吗？可是我杀人了。你放心，你杀人的事儿我们谁也不说，打死也不说，警察只会觉得是那个劫匪干的。我都想好了，这样，等会儿我拿胡白的照相机拍下王贵的犯罪现场作为物证，然后把照相机放在船舱边的隐蔽处，然后把录像功能打开，作为录像证据。然后祁文静，你上去跟王贵说，就说郑铎和胡白打起来了，让他去看看。等他走到楼梯处，我就伏击他，至少让他失去行动能力吧。我这算见义勇为，不算犯法啊。只要把他控制住，就可以让林宇把船开回去。你们的计划成功了吗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郑铎犯了一个错误，他没有把照相机的拍摄装置灯和声音给关掉。他们为什么打架呀？谁不知道？计划失败了啊！你拿着保护自己。哎，我小子，你偷拍我？我没有。都跟你说过了，别跟我耍花样，否则我会生气的。
我生气后果很严重，很严重的意思就是您必须得死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找死！你给我把他扔海里去！被告人林宇，你是什么时候下到船舱门口的？我是听到下面有动静，我就悄悄地下来了，所以我才看到了胡白被杀的全过程。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？小朋友，开船去。小兄弟，什么时候靠岸？啊？说好，你会开船，认识水路，为什么骗我？没想死吧你？我没骗你啊！我还想跑！我他妈弄死他！你他妈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好久见一个儿子。我找死你！我的钱，全都是我的钱。你真骗我！明明说好一起走，可是你把人怎么给我藏起来了？骗子！钱！兄弟，别害怕，马上就要到了啊！站住！给我坐着！告诉你，别紧张，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。现在你也是杀人犯了啊！咱们俩谁都回不去了，回去以后都没好果子吃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在一起一辈子，永远不分开。哎，我这有钱，你看这钱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好不好？啊？我的贱，不知好歹。没想到他那个破旅行袋里装了那么多钱，肯定是抢劫银行的赃款。这么多钱，还不如我们分了。什么？分了？哎，这种来路不明的赃款不要也罢，没让再让你开船啊？甲方齐衡，你说你很爱你的妻子郭念，那么请你举证，你究竟是怎么爱她的？究竟是你追的她，还是她追的你？
你们怎么结婚的。希望我们俩一起过关。可能没有听清楚法官的话。甲方齐衡，你说你很爱你的妻子郭念，你是如何爱她的？究竟是你追的她呢，还是她追的你？还是……哎呀，请举证。我追的他姐，他姐呢，在齐州的晚报当记者。我在赣南的公安局507缉毒案，我得了1等。那个时候，他来采访我一看见他，我就爱上了，我就追呀追呀追呀，玩了命的追呀，最后追到手。你怎么玩命追他的？追我姐的人那么多，怎么会看上你？请乙方闭嘴！你怎么玩命追他的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我当然懂了。要知道，一个女生无论什么年龄，只要一陷入到爱情当中，就会变得跟少女一样。不许狡辩，不许打断法官的说法，不许质疑法官的提问。哎，你刚刚说，是你一直在死乞白赖的追着他，对吧？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。被动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一直都是你在追郭念，而他只是勉强同意的话，那你们的感情迟早会出问题的。如果说你是全心全意，那她嫁给你最多是半信半疑。让你说她，你干嘛说我姐呀？我就是要开始说她啦。我猜郭念她一定是一个社会型的女人，而不是属于家庭型的。她应该拥有一颗非常独立的事业心。是啊，她是事业型的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工作很忙，压力也很大。我想每回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想有一个稳定的、温馨的一个家。可是他姐呢，每一天都在忙，每一天都在工作。后来我们俩冷嘲热讽，再后来就互相指责。我说的不是贤妻良母，他说我男权主义，不是好男人。你就不是好男人。闭嘴。后来我们就不吵了，也没声了。然后就开始冷战。冷战还好一点，冷战的时候我们1个星期还能见1次面，可是后来连面都不见了。郭伦他刚刚说你打了他，是不是就是你们俩关系危机的最高点？我没有打他姐。你有，你就是打了，你又不承认。行了，来，请乙方控制情绪，甲方请继续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一天呢，我们俩吵了一架，我心情很不好。他姐说要去江县，去干什么他也不说，我就以为他不想见我，躲避我，所以我找到他，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，可是他不想跟我谈，我就不让他走，他非得要走，我拉着他，最后扯来扯去。他摔在了地上，摔成了骨折。他说的是事实吗？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好，事情的经过本法官已经基本了解了，于理双方都没有异议，但是于情，我要狠狠地批评一下齐衡同志。齐衡同志，你在检举郭伦还有处理和郭念之间的关系上面，在理方面你什么错都没有，但是请你注意一下，家庭它并不等同于法庭，亲人和亲人之间根本就不是一个讲道理，而更多是讲情面的地方。就好比说你做菜吧，啊，这是生抽，这是醋啊。比如说，
菜谱上让你加多少生抽你就加多少生抽，让你加多少醋你就加多少醋，那你做出来的菜就一定会好吃吗？我看未必吧。有的时候你反而不小心生抽多倒了一点，或者醋不小心多倒了一点，反而会更加好吃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没有定数的，变化才是唯一的不变，多姿多彩的才是生活本身。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他就是个轴货。乙方郭伦，请你闭嘴。现在法官的判词还没有说完呢，我接下来开始要说说你，乙方郭伦，你也错了，你大错特错。我哪里错了？你错就错在你竟然把怨恨撒在了爱你的人身上，你还把你姐夫对你的爱当成了理所当然，你还想用气愤去毁掉你的人生。郭伦，我告诉你，无论你姐是失踪还是离家出走，你现在还那么年轻，你有那么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，你应该学着和自己谅解，走向未来，而不是说把你的人生建立在仇恨之上。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你何止是错了，你大错特错，而且你特别蠢，你大蠢特蠢。祈愿，对不起，我好像没判好。审得不错啊，把你的生抽还有醋放回去吧。啊，好。太好了，你还没睡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这个话题不知道怎么跑着就跑到你身上了。我本来是打算说祈愿的，可是你没生我气吧？你骂的挺爽啊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刚刚真的，我就是想要说祈愿来着。我刚反省了一下，好像口气有点重，我希望你别生我的气。他这种人，你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巴结领导，门都没有。谁巴结领导了？我这怎么叫巴结领导了？这说明祈愿他自己有人格魅力。反正我不管，在我这儿，我姐只是失踪了。虽然齐恒一直不相信她是被人绑架的，但是也没有人亲眼看到她死了。你姐姐她是怎么失踪的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你说的话。为什么相信？警察和齐恒都不相信我。我看了你的眼睛。我眼睛怎么了？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看着你的眼睛，我知道你没有撒谎。那你愿不愿意帮我找我姐？当然了，义不容辞。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有点晚了，而且你刚回来，你需要好好休息。等改天你详细的跟我说说你姐姐失踪的细节，好不好？我先睡了。不睡了啊？晚安。家里人担心了吧？没有，我闺蜜。放心吧，爷，我肯定会想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。事成之后会打到你的卡上的啊。爷，我都跟了你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相信我的手段？我郑铎还有什么事能办不成？我当然放心了，只不过我从来不破坏商业上的规矩。
总，这里需要您签下字。哎呀，搞了半天，郭念是齐衡的老婆。齐衡？啊，省高院派下来的，现在新任的市中院的副院长。那有危险吗？当年就是这个女记者来搅我场子，那个时候呢，齐衡在赣南市里干公安局的局长。我在想啊，这女的是不是齐衡悄悄地派过来的呢？有这可能吗？这齐衡一定要把她弄下来，不然的话，始终是我的心病。能抓到他的把柄吗？机会向来就是给有前置思维的人准备着的，就算是没有，也得给他制造一个。哎，其实真的不用送我。我今天送工人回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家离你家可近了。是吗？啊，我呢，一来是表示感谢，二呢，出来之前啊，你不接个电话吗？不管是你的朋友还是家里人，他们总是担心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这郭伦啊，他还没睡呢，我就怕哪句话又说不好，又得吵起来，我这躲着他呢。齐然，哎，其实我知道，身为一个外人，我也不应该多说什么。啊，但是根据我的观察，郭伦他之所以对你有隔阂，你让他进监狱只是其中一个很小很小部分的原因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算了。哎，怎么能算了呢？话说一半，接着说。哎呀，不大合适，我说算了。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？齐然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现在可以正视你和郭念之间的问题了吗？还有啊，郭伦，他为什么对您矛盾那么深？哎，怎么说呢？是我不好啊。我跟他姐啊，刚认识的时候啊，在公安局，那个时候就挺忙。后来啊，到法院就更忙，也没心思啊听这个郭伦啊说心里话，也没有很好的跟他交流。这郭伦呢，恰巧啊，又是一个孤僻的孩子，他从小啊，这个父母啊就没了，是他的姐一把屎一把尿啊，把他拉扯大，又当爹又当妈，所以啊，郭伦跟他姐的感情是最深的。我说呢，他一提到他姐，就是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。是，我啊，也总想扭转这个局面啊。其实我对郭伦也挺好，哎，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的眼里啊，你说怎么就从来没有我这个姐夫呢？谁说的？他眼里肯定有您这个姐夫，而且还深深的把您放在心里。齐然，啊，您一定要好好跟郭伦沟通，他需要很多的耐心还有爱心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的，欢迎你随时咨询小马法官。好啊，啊，我信你啊！以后我要有什么不懂的，我一定向小马法官请教。啊，郭不是，太客气了您。行，行，往这儿走。鹿港18号非法载客。一行8人，4人失踪，1人死亡。
2、3。哎，姐，跟你说一声，我上船了啊。哎，因为海上没信号，我先关机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多拍照片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那位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害羞啊？哎，我发现你好像像一个人。你要吓死我呀！我就看看你拍的怎么样，我偶尔也玩玩摄影。潘老大刚才说了，一只船上只能有6个乘客。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我也刚上船。兄弟郑铎，相逢是缘，以后也是朋友了啊，多多关照。非得着急忙慌的，这么黑漆漆的要上岛。说岛上的菩萨特别灵，未来一定生儿子。咱们就忍忍吧。行，忍一忍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入席。报告审判长，庭审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庭。好，请大家就坐。现在开庭，带被告人郑铎上庭。被告人郑铎，你再详细的复述一下，鹿港18号离港以后发生了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没有到达登仙岛？那天啊，先是出了点意外。我是鹿港18号啊，收到，请回答，前方情况怎么样？登山岛5号。没事没事，这就是信号不太好。你船喝多少碗酒啊？晃这么厉害，能出海吗？登山岛5号，收到，请回答。你踏实坐着吧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航海几10年了，这点风能算什么？我保证把你们都送到登山岛去啊！登山岛，不是神仙到不了。啥？登山岛5号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什么没有神仙上不了？没事的，你踏实坐着，没事，坐着，没事是吧？啊，风要再大的等我回去啊！坐着。所以你们的卫星电话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坏了。我们一开始以为真的信号不好，后来才知道是坏了。被告人继续。不用你，我来，手放开。是吧？来。登仙岛5号，登仙岛5号，登仙岛5号，收到没有？收到，请回答。前方情况怎么样？明白。
返航，返航！快下死！不是，一腿他们全走了。哎呀，怎么走不了啊？你放心，我跑船几十年了啊，保证把大伙送地方。都进去吧，你带着活动愉快。进去，快！退什么退呀？啊，我保证你通道不就完了吗？你确定能到中线岛吗？没问题。哎呀，快进去！你大了，活动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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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去，这他妈风浪这么大，这客船靠不靠谱啊？兄弟，你不是专业潜水的吗？也怕这风浪？哥们儿，我是潜水的，我又不是鱼。别害怕，没事的，有我呢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他额头流血了，这样不行，得赶快止血。我船长那手里有医药箱。别去了。外面风浪那么大，太危险。你就忍着吧。我去。哎，班长。收到，请回答。把卫星电话给我。什么？卫星电话给我？风浪这么大，去不了了，马上返航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？海山村团你了解吗？我跟你说，趟过这个风暴圈就风平浪静了。再说了，回去我是船边谁管呀？我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小子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这船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你要是放我把轮还没下，他妈试试！行，我瞅你还啥？船长死了？还他妈坏！小子，你还上过海事学校？会不会开船？我是上过海事学校，我不会开船。你不会开船呀？那船长都已经死了，我不动。我还没弄死，我还没生儿子呢，老婆，对不起啊。船长死了，你们都知道。救生衣。小子，我问你，这船上有救生衣吗？这种船上肯定有救生衣啊。
在哪儿？那儿呢？你，啊，找出来。哦。就一件儿。拿过来。这救生衣是我的。求人拿着救生衣出去之后呢，我们跟着跑了出去，就看到。你别过来啊！我可能下去。救生衣给我，就一个，我给你。别打了！怎么办啊？去啊！我死不去啊！被告人提文静，救生衣后来被谁拿走了？胡白。后来呢？后来，王贵就冲了进去。我说这位朋友，别躲呀！你能躲哪儿去？别躲了。这点地方你也躲不住啊！来，出来，聊聊咱们啊！别紧张，聊，来，出来！你说你跑什么呀？啊，我的救生衣啊，你把它抢跑了啊！我不要死不了！这船现在不是还没沉呢吗？你穿它干什么？啊？干啊！反正我已经杀2个人了，再杀1个也不多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现在他们这船上我是老大，你他妈不听我的，这就是下场。王贵让我们把血迹擦干净。他跟我们说，听他的话，他就不杀我们，能够顺利的到岸，他就一跑了之。他还跟我们说，不听话，现在就杀了我们。我们因为特别害怕，所以把他的尸体、刀，还有行李什么的，都丢到了海里去了。王贵是被你们杀死的，那你的丈夫刘凯又是怎么死的？
他活该。他疯了，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航向，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，也没有人来救我们。怎么了？我老公不见了。老公，你干什么呢？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岛。他说他看见岛了。什么岛？在哪儿呢？就在那儿呢，看到了吗？那哪有什么岛？老婆，我们得救了！我穿着救生衣，我可以游过去的。我到那个岛上叫人来救我们。你放心，我会回来救你们的。你快下来吧，那没有什么岛，你会死的，你快下来。有的，就在那儿，你看不见吗？你们瞎了吗？不是，那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快下来吧。最后一箱水都喝完了。我们在海上已经喝了4次，那明明就有一个岛，你们说没有？你们是瞎了吗？你们肯定都瞎了！我救他下来。刘凯，那什么都没有，那根本就没有岛。你快下来吧，太危险了！你们都疯了！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哎，不去了。事实陈述就到这里，下面是举证质证，由公诉人开始。好的，审判长，请合议庭先翻到证据项第1页。这是一份证言，作证者呢是案发当天与鹿港18号在海上相遇的登仙岛5号的船长莫海生。由于他本人无法到庭，所以公诉人将这份笔录呈上。可以证明，案发当天，鹿港18号的确与登仙岛5号在海上相遇。船长莫海生曾劝鹿港18号返航。何守义对自己多年航海经验的自信，最终他决定冒险前往，最终才导致了杀人事件的发生。第2份证据是根据海事卫星的定位数据绘制的航海路线图。通过这张航海路线图可以看到，鹿港18号在驶离了码头之后，的确是朝着登仙岛的方向驶去。那在航程一半的时候，碰到了登仙岛5号船。不过仅仅过了10分钟，鹿港18号的信号就消失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事警察隔了半个月才找到他们的原因。为什么鹿港18号的信号会突然消失？公安机关检查了鹿港18号上的卫星信号发射器，发现是线路进水导致的短路，应该是机械故障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关闭的？这不大可能。首先，卫星信号发射器的开关被调在开那一档，也就是说，当发生故障的时候，它应该是开着的，而没有被关闭过。其次，在设备上只能够提取到船长何守义的指纹，而提取不到任何其他人的指纹，所以呢，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。第三，
在设备的插座以及电线附近都发现了进水烧灼的痕迹，而且包裹电线的橡胶皮本来就有一点老化，所以大致认定是漏雨进水导致的短路，最终确定是机械故障，而不是人为的关闭。请可以停，翻到卷宗证据项第10页。下面是一组案发现场血迹的照片证据。通过发光胺的呈现，在船舱内的地板上发现了被害人胡白的大量的血迹，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胡白是在这里遇害的情形相一致。其次，在船头的栏杆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，被证明是船长何守义的。那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何守义是在这里被捅杀的情形相一致。另外，在船头的甲板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。虽然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滩血迹是谁的，但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他们是在这里联合杀死王贵的情形相一致。为什么不能确定血迹是谁的呢？是这样的，其余6个人的血样都很容易采集，而且也匹配成功了，唯有王贵，在公安机关的信息数据库里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的身份信息，所以没办法进行血样的比对，只能够排除是其余6个人的血迹。但是，据3名被告人供述，在他们最初登船时，在船头甲板上没有看见过血迹。那为什么没有王贵的信息呢？公诉方怀疑此人使用的是假名，但是现在人死了，尸体也消失了，所以没办法进行考证。在血迹报告的后面是法医的鉴定意见书。首先是在发现了鹿港18号附近海域的某个荒岛上找到了刘凯的尸体，经鉴定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，所以可以确认为溺水身亡。其次就是船上各处血迹的分析报告，那通过失血量来判断，胡白和王贵可以被认定为死亡。用于杀死王贵的那把弹簧刀上的血迹分析报告，为什么没有？那把弹簧刀丢失了。据被告人郑铎供述，当海事警察发现他们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兴奋，急于脱险，所以在登上海警船时，不小心那把弹簧刀就掉到了海里。那虽然后来警方也搜索了附近的海域，但始终没有办法找到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3名被告人郑铎、齐文静、林宇的犯罪事实已经在起诉书中明确的认定，而且也为今天法庭的调查所证实。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讳，他们承认是出于恐惧而联合杀死了被害人王贵，所以根据相关的法律，应当判处3名被告人故意杀人罪。在审查此案中，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的交代，而且均有悔罪的表现，所以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、情节、性质，以及考虑到3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，依法给予公正的判决。辩护人有什么辩护意见吗？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根据事实和法律，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观点。关于事实的认定，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：我的当事人郑铎只是让齐文静扎伤王贵，而并不是杀死王贵。没想到齐文静失手杀死了王贵，所以郑铎不应该对王贵的死亡负有责任。关于适用法律，被害人王贵之前已经杀死了船长和另外2名乘客，他也有很强的动机杀死剩余的2名乘客灭口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的当事人郑铎想要制服王贵，属于典型的正当防卫，不应属于故意杀人范畴。综上所述，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所提出的罪名不适用于我的当事人郑铎，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情况，依法免除我当事人郑铎的刑事责任。
罗总，他说他的事儿还指望着您帮衬着，说要不然的话，他怕自己在警察那边管不住自己的嘴。就这些吗？他要求我一定把这段话完整的带给你。下回啊，你去看守所见你的当事人的时候，你也转告他，让他戒牢。没有人能够要挟我。他还说啊，他对罗总绝对有用，不光是10年来如此，而且会将是永远。去啊，赶紧坐。今天这个合议庭到底是什么看法啊？你们？虽然有些地方呢还不完善，你比方说那个杀人用的弹簧刀，始终没有找到，其他方面也听不出什么毛病。我反而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什么问题？其实可以支撑此案的仅仅是3名被告人的供词，那些所谓其他的物证也只是血迹。可是这些血迹仅仅可以证明这些人是在这些地方被杀死的，能够证明是谁杀死的吗？甚至说还有王贵手里那把短刀，有没有可能王贵手里根本就没有短刀？反正他已经失踪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到他脑袋上。还有，我们在船上根本就没有发现刘凯的血迹，难道这就一定证明说他是自己跳海的？有没有可能他是被别人扔到海里去的？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可能性而已。万事皆有可能，但这仅仅也只是可能。话里有话啊，怎么讲？证据。关键是证据。事实需要证据来印证。杀人呢，一定是有动机的。经过调查，这3个人的供词已经得到了相互的印证，而你刚才的这些推测，请问证据在哪里？动机又是什么？暂时还不知道。我看大家说的都很好。这个案件呢，基本上事实呢已经很清楚了，3名被告呢都已经认罪，而且他们的口供是高度一致的，公诉机关提起的诉讼呢也是合情合理。但是你但是什么？不是，我听过一句至理名言，就是但是之前的都是废话，但是之后才更加重要。得，还一套一套的。闭嘴。七儿，你刚才的但是是？我刚才的但是啊，咱们说好了，我刚才的但是，前面那些话，啊，可都不是废话。这个但是呢，我有一些疑问。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卫星电话。我想问一问大家啊，这个何守义在船上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是在甲板上打电话，然后被王贵刺中胸口，推下去的。妈，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小子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这船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把你扔海里喂鱼去。你他妈试试！我操，你还！是何守义，当时手里拿了电话，那他掉到海里的时候，电话呢？跟那人一起掉海里了？不对，供述里是说，王贵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是拿着海事卫星电话的，而且反复确认电话确实是坏的。可是我有个问题啊，你们说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是怎么把电话夺过来的？当时天那么黑，船又在摇，郑铎没有看清楚，也完全有可能啊。或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，
王贵在把何守义推下海之前，先把电话从他手里夺过来了。这个细节有时候啊，记混淆啊，记得不对，甚至是忘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，如果要把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，丝毫不差，甚至3个人的口供都是高度一致，说明什么？这3个人的供词严丝合缝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3个人的证词严丝合缝，高度一致？串供。当然，也不能说他们的口供啊是一致的，我们就说是串供；口供不一致，我们就说人撒谎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案子到我们法院，如果我们在这个案子有漏洞的情况下，把这个案子给判了，那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。你们别忘了，我们法院是守住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当然啊，我们坐在法官的这个审判席啊，就要尊重一切可能发生的可能性，善于啊找出这些小问题，即使这些小问题呢，不能代表着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是对案件产生重大的转折，但是呢，